如果你在40岁被丈夫劈腿，还得带上2个儿子离婚，没有收入的你将如何生存？2009年上映的电影《我的唯一》就给出了标准答案。相较于很多女人在婚姻中蹉跎了几十年才有了出走的决心，而安娜做下这个决定却不到1分钟。Please, don't get up. This isn't what it looks like. 面对丈夫的背叛，她没有像寻常主妇那样破口大骂小三，反而在路过时顺手帮她拉上裙子的拉链。You know, you really shouldn't wear this color. Makes you look like a tramp. What am I saying? You are a tramp. 她保持着最端庄的仪态，迅速收拾好自己的行李。而丈夫也如大多数出轨男一样，以为只要立马认错求原谅，没有经济能力的妻子就会假装一切无事发生。但安娜并没有停止手下的动作，她坚持要求离婚，并且带走2个孩子。Raise them? You? Well, you don't think I'm leaving them here with the likes of you, do you? 看见妻子如此决绝，丈夫也不再挽留。Oh shit, go on then, take the damn kids. What do I care? 等电梯上来后，安娜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潇洒地告别了她20年的婚姻生活。女人出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接走2个大儿子，然后再去银行取出多年的积蓄，花1半钱买一辆时髦的跑车。可准备出发了，小儿子乔治却表示自己不想离开。Father like this, ask any psychiatrist. A boy needs his father's influence. That is what the telephone is for. I'm not going. 可刚说完这句话不到1分钟，听见路过的女孩对车的夸赞，他立马又改了主意。The only reason why I'm giving in is because I know that we'll be back here in a week. 靠着乔治并不熟练的驾驶技术，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目的地波士顿。可在这个城市的第一晚，安娜就遇见了往日的追求者，对方也是跻身社会的上流人士。在这个女性就业不太友好的年代，安娜当下的计划就是先给自己和孩子找个依靠。她盛装打扮前去赴约，可2人才刚聊没多久，对方就说自己生意失败，需要大量资金周转。Can you lend me some money? Can I what? 75,000 would do it. Dollars? All right, 50. And I will get it back to you by the end of the month. I swear to God. It's not appropriate for you to solicit money from me. 可对方不但不觉得难堪，还提高音量大声嚷嚷。安娜只能借口去厕所补妆，等她平复好心情再出来时，却发现人不见了，桌上手包里的钱也不翼而飞。显然过惯了优渥生活的安娜，第一次见识到了人性的险恶。而更可恶的是，对方竟然连单也没买，她不得不被服务员一直纠缠。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里，另一位绅士又接着登场了。Henry, I'll take care of that. Harlan Williams. We met at Julie Harper's Christmas party last year. Yes, of course, Harlan. 没有太多的过程，看对眼的2人迅速订了婚。可在后续的相处中，上校的种种缺点也表露了出来。他总喜欢在吃饭的时候高谈阔论自己的政治意见，原本这点小毛病也能够忍受，可小儿子交头接耳的举动让他神圣的尊严倍感冒犯。晚上上校独自找到了小儿子，开启了他的服从性测试。他把他们比作狗群，而他就是领头的一只。上校宣示着在这个新家的领导地位。想到母亲刚维系好的稳定生活，乔治不得不表现出自己的服从。Woof. Sir. 婚礼前夕，安娜带着2个儿子准备婚礼布置的采买，可在电梯上与一群残疾儿童擦肩而过时，他们瞬间同情心泛滥。2儿子提议将办婚礼的钱都捐给他们，母亲嘴上说着不太好，可一转眼还是把钱给捐了，这引得上校极大的不满。 The pearl necklace I gave you, give it to me. Why? I'm returning it for the money you owe me. Give it to me. I will not. Give me that goddamn necklace! 上校突然暴起，直至将安娜追赶到楼下。看见母亲被威胁，儿子冲过去将上校抱住，却被一下子掀翻在地。一向优雅的安娜也拿起武器反击。 You touch my boy again, you miserable son of a bitch! I will kill you! 安娜又带着儿子踏上了漂泊的旅程，可她依旧不放弃寻找下一个伴侣的想法。因为在1953年的美国，女人的价值往往只能在生育和家庭中体现，能工作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安娜只能通过这种在家的方式给予孩子稳定的生活，但他们所剩的钱已经不多，只能租住在底层人住的公寓。乔治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打电话向父亲要钱，而母亲却坚持不需要他的帮助。事实上，父亲一直有寄钱过来，但都被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了。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our lives, there are standards we must maintain. 凭着安娜出众的外貌，她很快就有了新的约会对象。
可没想到第一次见面，对方便在车上对他动手动脚。Come on, baby, don't be a prude. Oliver, no! I said stop! Just what the fuck do you think I asked you out for anyway? Conversation?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. 安娜被极其羞辱地推倒在马路上，但她也只是掸掸灰尘，重新爬了起来，仿佛没有什么困境是能够打倒她的。几天后，她又联系上一个以前的老相好，对方有座非常豪华的大庄园，还特意邀请她参加晚上的舞会。可安娜在舞会等了半天，却听见对方背地里和小女友吐槽起自己的年老色衰，她只能独自来到柜台买醉。为了不显得那么落寞，她主动靠近了一个从进门就盯着她笑的男人，可没聊两句，男人就说自己是警探，观察半天，怀疑她是招嫖的妓女。本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没想到他竟真的掏出了警察的证件。她被关在了警局，不得不打电话让丈夫来保释。可听见电话那头传来调情声，她却张不开口。There's no one there. 直到清晨，才拜托到隔壁的邻居将她保释出来。这个平日里被她忽略的底层人，却是出社会后遇到的第一个绅士。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this didn't get around. If what didn't get around, ma'am? 在经历了多次挫败后，安娜也切身感受到了依附他人的荒诞，求人不如靠己。她带着儿子先去投奔了姐姐家，又在餐厅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，彻底放下了往日维持的贵族形象。可总有一些没素质的客人对她进行性骚扰。 Where's my coffee, sweet thing? Right here. The hell? You crazy? 积攒已久的委屈在这一刻爆发，即使之前经历再多挫折，她也没流下过一滴眼泪，可如今却不得不向生活低头。同事过来告诉了她被解雇的消息，她也只能尴尬苦笑。 Man, all right. Raymond? Hell, it's the only time I didn't complain his coffee wasn't hot enough. 安娜重整旗鼓，这次她又去到了颜料店应聘，正巧碰见一位老妇人对颜色搭配拿不定主意。 Well, have you considered a peach? It would bring out this color in the fabric. 安娜的审美眼光很独特，在她的营销下，商铺的营业额增加了20%。原本不会雇佣女店员的老板也对安娜刮目相看，而她出众的外貌更是戳中了他的心。安娜再次被男人求婚了，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。乔治已经习以为常，只有姨妈控诉着命运的不公。上天总会眷顾像她这样的漂亮女人，但事情并没有想象般顺利。在结婚这天，店主正举杯许下忠贞的承诺，可一个陌生女人的到来打断了愉快的氛围。 Is this your sister, darling? I'm his wife. 原来店主患有精神疾病，总想着找不同女人结婚。安娜已经是第7个上当受骗的女人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他们家族拿出一笔不菲的赔偿款给安娜，可安娜却高兴不起来。这意味着她又要带着儿子过上漂泊无依的生活。晚上，她收拾好行李，准备赶往下个城市。乔治却又闹起了脾气，他过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，他要留在姨妈家。这里有他喜欢的学校和朋友，老师也认可他的写作才华。特别是在听到母亲为了施展哥哥的才华而选择去加州的好莱坞时，他瞬间感觉自己被轻视，认为母亲从来就不了解自己，于是向他发起了提问。 Here's an easy one. What's my favorite book? Huh? Tell me what my favorite book is and I'll go with you. I don't know what your favorite book is. It's Catcher in the Rye. We have a winner. And you're a lousy mother. George. 其实安娜不是不想了解儿子，不管生活如此艰难，都没想过弃他们于不顾。只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带着2个孩子讨生活何其不易，她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孩子的想法。但这一次，安娜选择尊重乔治的决定，她带着罗比重新踏上了旅程。她总是教育孩子们在开车时永远不要往后看，可这一次，她的眼神却不断瞟向了后视镜。 Don't look in the mirror, remember? 看着哥哥和母亲的离去，乔治心中开始有了后悔的想法，但怪自己话说得太绝，以至于没有了挽回的余地。但哥哥罗比还是会天天打长途电话过来，告诉他们现在靠搭顺风车赚钱。其实罗比并不算是他的亲哥哥，他是母亲和第一任丈夫所生，性格从小就比较阴柔，最喜欢的就是刺绣和表演，偶尔也会有人嘲讽他是娘娘腔，但母亲都会尽力保护着孩子的自尊。这天，他们搭载了一对人畜无害的小情侣，可车子行驶到一半，他们就劫持了安娜，
并威胁罗比把全部的钱都给他。 Go get it, Pansy. Okay. 显然劫匪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直到罗比掏出了包里防身的手枪。 Put down the ship, soldier boy. Make me, Ferry. 这一刻的罗比像个英勇的骑士，挣退了穷凶极恶的劫匪。可他们却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将那个自称被胁迫的女孩带上了车。对人性毫无防备之心的母子俩再次被上了一课。女孩趁着他们用餐的空隙，卷走了车上所有的钱，和劫匪跑路了。他们又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。乔治听说了他们的状况，这才得知母亲在临走前怕他在姨妈家受委屈，将那笔赔偿金全留给了他。他意识到母亲虽然有很多缺点，但对他的爱却永远不会减少。相较于父亲来说，当初看见父亲的乐队来到本地巡演时，他就有偷偷前去找过他。父亲会高兴地向所有人介绍这是自己的儿子，也会大方地拿钱给他花。但当他表示想跟父亲一起回纽约时，他却以不方便照顾为由拒绝了。这导致乔治也一度认为父亲就是个混蛋，但母亲却制止他。 Don't talk like that about your father. You'll regret it one day. Your father adores you. 安娜没有因为丈夫的出轨就抹黑父亲的形象，反而列举了小时候父亲为她做的所有事。乔治怀念起母亲对他的好，带着所有的钱赶去和他们会合。当看见儿子的那一幕，安娜的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可她还是故作高傲的不去看他。 Just drive. 他们一路披星戴月，终于抵达了梦之城的洛杉矶。将相伴一路的跑车卖掉后，租住在一栋有些破旧的房屋内。可这天，安娜买菜回家，竟发现前夫找到了这里。也许是阅尽各种风情后，还是安娜最符合妻子的要求。她厚着脸皮向他提出了复合。 I can't do that. You love me anymore? I don'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.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't need you anymore. 女子独立，则天地皆宽。现在的安娜早已醒悟，也许依靠婚姻的路径充满了诱惑，但不如依靠自己。这条路虽走得辛苦，却也稳定。作为乐队指挥的前夫，曾经为她写过一首《我的唯一》，靠着这首歌，她红遍大江南北，却逐渐忘了自己的初心。而安娜却找到了内心的归宿。她带着2个儿子回归生活的本质，甘愿顶着毒辣的太阳去影视城里跑龙套。可即使扮演奴隶，安娜的美貌还是很难被人忽略。过了几个月，安娜突然接到来自纽约的电话，得知了前夫因病去世的消息。即使父亲很少陪伴乔治，她也没感受到多少父爱，但还是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。她决定回纽约参加父亲的葬礼，并打算就读那里最好的学校，实现她当作家的理想。但这样就不能和母亲一起生活了。安娜表示尊重她的决定，可真回到纽约独自生活时，孤独感又席卷而来。她才发现，那些和母亲在一起的冒险旅途才是她灵感的来源，便又提着行李回到了片场。碰巧看见哥哥因为糟糕的表现被同事嘲讽，她仿佛无师自通般和哥哥讲起了怎么带入角色演戏。而这一幕也引起了导演的注意，他也被挖掘出演戏的天赋。 This is where I belong. With you, with whatever's left of my family. I didn't know before, but I know it now. I made the mistake of leaving once, but I'm home now. And I ain't going anywhere. 在机缘巧合下，原本想当作家的乔治当了演员，而罗比也不沮丧，准备转行干其他的工作。母亲的身边依旧不乏各种追求者，但他生活的重心不再是寻求他人的庇护。和母亲那段冒险的旅程中，教会乔治很多道理。他永远不会向后看，永远不会因为失去了优渥的生活而后悔和丈夫的离婚。就算一路上遭遇了不少白眼和嘲讽，他也坚持认为事情总是会变好的。但令他最深体会到的道理，还是靠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。